贸易战、金融崩溃、地震、火山、战争，布兰登·比格斯看到了一幕幕可怕的场景。然而，就在绝望中，突然之间，整个人类停了下来，如同星系一样巨大的天门从空中打开了，新天新地降临了。自从4月初因关税问题引发全球金融剧烈震荡，比格斯在多个视频当中回应观众的疑问，这是否正是他曾预言的金融崩溃呢？显然，这与他曾看到的景象并不完全符合。比格斯坦言自己也向神求问，神回应道：“你难道还不明白，你们已经活在末世中了？那该期待什么呢？”比格斯表示现在已经非常接近金融系统骨牌倒塌的时刻。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完全是关税的问题，关税只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果，而不是因。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早已面临产业空心化、债务爆炸、供应链失控等深层危机。如果川普不重启关税壁垒对抗中共的蚕食，美国甚至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连维持国家安全的底线都守不住。比格斯提醒，一些黑暗势力正在利用媒体、经济危机甚至病毒操控民意，借此打击川普及共和党，试图在左右美国的中期选举。比格斯说，川普并非完人，但是一些大财团的人，比如说贝索斯、比尔盖茨、索罗斯，试图加速经济衰退，他们就像在等待一个时机，然后拉开幕布说，让它沉吧，越快越好。他批评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抹黑，已经到了宁可国家陷入混乱，也要将其拉下马的疯狂程度。他说，他们就是这么恨他，如果这样不成，再放出海妖，也就是病毒。我看到瘟疫要来了，我看到了这一切。早在2023年，比格斯就预言看到了中美将爆发贸易战。尽管当时没有任何的迹象，这一预言却在2025年成真了。当时他还看到了中共的报复将导致药品和医疗物资严重短缺，超市货架空空，民众大排长龙。他并不希望这些画面成为现实，但警告这场贸易战恐将失控。他还预见，当真正的金融崩溃到来时，美国民众的银行账户会被冻结，政府会推出数字美元，购买力大幅缩水，黄金因此变得尤为重要。一套全新的金融体系将悄然现身。他特地重新发布旧视频，显示这些预言仍在进行中。比格斯指出尽管很多人仍期待经济繁荣、局势稳定，但他从神那里领受到的信息是目前是一个短暂的窗口期，是恶人手中的财富转移到义人手中的关键时机，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做准备。然而，一段极其艰难的时刻正逼近，正如圣经马太福音24章所预言的，生产之痛开始应验，战争、饥荒、地震将频繁发生。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他说，我们会看到大地震。2025年亚洲已经发生了几起了，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火山爆发，要注意意大利、罗马这些地方将有巨大的震动，甚至海底火山也将爆发，会有很多深海鱼死去。新闻中会说，这是什么鱼？我们从没见过。他看到亚洲地区可能是日本群岛一座巨大的火山爆发，规模之大足以改变地貌，岩浆从山体侧面汹涌而下。比格斯表示与此同时，神的声音将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像 Starlink 这样的科技可以通过卫星信号让网络覆盖全球，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听见神的声音。
因此他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神的荣耀与灾难并存的时刻，就像一枚硬币，有光的一面，也有暗的一面。我们正站在这转折点上。比格斯提醒，不能只用自然的眼光看新闻、看环境，否则人的心呢会因恐惧而魂不附体，甚至死去。这一切都是神在预先提醒世人，时间不多了，选择的时刻已经来临。这一次，世界的终结不再是因为人拒绝神，而是神亲自说时间到了。人类将面对清晰的选择，接受或拒绝神，没有中间地带。比格斯强调自己呢，并不是先知，只是守望者，提醒人们将要到来的危险，反思内心，与神建立联系。或许呢，也许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但他确实看见艰难的日子正在来临。特别是那些不愿聆听的人，会有剧烈的震动，为的是唤醒世界。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他说，很多人还在问，川普会怎样，政治会怎样，但神让我看到的是瘟疫、饥荒，是真的饥荒，严重到街道上排满了人，为了寻找食物。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比格斯说，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但从鹰的视角，我看到审判将先从宗教内部开始。比格斯表示，神将兴起那些个谦卑不起眼的普通人，而那些只追求外在形式、自以为是、自我膨胀、生活腐败的宗教领袖将从现有的位置上挪走，因为他们所传的并不是出自于神真正的声音。他直言，神从不允许信仰被当成生意，祷告和医治不是商品，神无偿赐下的就该无偿的送出去。从比格斯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这末法时期的最大危机之一正是宗教内部的腐败与混乱。难怪他常说呢，每一个人都要与神建立垂直的关系。他说，我相信不论外在世界怎么崩塌，总有一个更大的供应和保障是不受经济数据控制的。道琼斯指数跌2000点，再跌2万点又怎样？神养活空中的麻雀，田间的百合，难道不更养活我们吗？比格斯强调，人们不能只盯着新闻数据、经济图表或专家分析，因为那只会让你越来越焦虑。他说，如果你一直在平面上看世界，你看到的只有混乱。如果你抬起头，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就会明白这些动荡正在推动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这场风暴的终点不是毁灭，而是更新。就像神说的，看哪，我使万物都更新。比格斯还看见来自中共国的战争阴影。4月8日，他在祷告中接连看到多个异象，并当场分享了出来。他看到朝韩边境发生爆炸，火焰喷发，像电影中的天体爆炸。这发生在朝韩边境的西部地区，靠近海岸，但并未进入海域。那么，为什么朝鲜会想和韩国打仗？这一切都与中共有关。比格斯看到一条凶猛的红龙从火焰中升起，口中喷出火焰，向韩国方向喷吐，象征着中共正在背后支持朝鲜。他指出呢，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场有计划的军事挑衅和战略布局。他看见中国、俄罗斯、朝鲜结成联盟，金正恩获得了许多承诺，这让他们非常的有底气。他们还承诺利益拉拢伊朗、委内瑞拉、古巴、阿富汗等国家进行秘密会议，形成联盟。在亚太地区，比格斯看到了台湾和韩国与美国结盟，而中共国则虎视眈眈地图谋那片土地。许多势力正在有计划的布局，古巴与俄罗斯正在靠拢，在美国附近建立军事基地，情况危险。这些国家被野心驱动，想借助战争扩大版图，而经济制裁正在成为他们动手的借口。他看到《圣经启示录》天启4骑士中象征战争的红马正在疾驰而来，紧随其后的是饥荒与瘟疫的象征绿马与黑马。他看到的画面似乎让他非常震惊，不断重复着一切都将改变。
接着，意象将比格斯带向了英联邦国家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他看见了与光明会等黑暗组织相关的诸多邪恶势力。然后他在爱尔兰看到了有像蝎子尾巴一样的刺，象征着邪恶与毒害，并感受到一种来自灵界力量的拉扯。他看到的是战争、操控还有隐藏的议程，欧洲的黑暗愈发的浓重。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部署逐渐浮现，战争正在推进。美国本土爆发大规模战争，夏威夷被摧毁，多座火山同时喷发，死鱼遍地，景象骇人。他感叹那场战争严重的令人震惊。比格斯描述眼前的画面如电影一般飞速掠过，战争、阴谋、挣扎。然而就在绝望中，忽然之间，他说：“我看到整个人类停了下来，然后一切都焕然一新。”比格斯看见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漩涡，旋转着，像星系一般巨大。从那里，天门打开了，一个闪亮的蓝色的小圆点从天门中飞出。他意识到那是神创造的新地球。那个天门像是星系那么大，一切更新就从那里倾倒出来，改变了整个世界。新天新地出现了。那是一个完全被神更新的世界，绿草如茵，空气纯净，万物复苏，一切都像伊甸园再现，没有污染，没有死亡，连枯枝败叶都没有。空气是活的，草是活的，天空也是活的，天空中布满了美丽的色彩。人们就像从地下苏醒，从恐惧中走出，走进这片新世界。那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转变，就在一瞬间，好像一句话说出，一切就被彻底翻转了。比格斯听见神说：“看哪，我使万物都更新。”于是新天新地降临了，大地恢复了最初的荣耀。他回顾这一切，感叹道：“我没有想到今天会看见这些，我尽力解释神让我看见的，但真的是语言难以形容的美好。只能说一切都将改变，一切都将更新。”这一切让比格斯无比的激动。他说：“如果你还没认识神，现在就是时候了。”比格斯作为一名基督徒凡事呢都是以基督教的视角去看、去认识的，这完全无可厚非。但对于其他信仰体系的人呢，这或许呢会带来一点困扰和隔阂。其实不同的人种、民族拥有着各自的信仰传承，在道路信息不同的古代呢，各自引领不同的种族走过漫长历史岁月，足见都有其深邃的内涵。特别华夏民族上下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信仰的是佛是道，而不是西方的神。但如今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互相紧密连接的地球村，而各大宗教信仰也来到了几乎只剩下形式的状态。无神论、进化论的教育和影响，让人们已经是越来越难以理解佛道神真正的教导。这是典型的末法时代，也是各宗教信仰体系都在等待的创世主才能拯救的时代。因此我们觉得只要能够给我们启发，帮助我们去思考、去探索，都是非常的有益。那新天新地或许正是人类各民族共同等待的创世主通过比格斯给那些等待他的人显现的未来。无论是现有金融体系的崩溃，还是新金融体系的建立，亦或是火山、地震、战争，还是天门打开，新世界来临，比格斯只是看到了这一幕幕的画面，并不知道它们发生的具体时间。但神通过人显示这一切，从来不是为了让人类消极等待灾难的到来，而是警醒我们从当下开始反省、谦卑自己，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认识神。比格斯看见的不是一个注定毁灭的末世，而是一场神所预备的重启。对那些愿意悔改、愿意相信的人来说，或许这一切都只是新天新地的序章。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呢？欢迎留言。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